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呢新开辟一个栏目，是关于这个 AI 时代的定势，这么一个讲座。因为咱们之前呢有这个关于 AI 定势的栏目，都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啊，平常那个研究的一些招法吧。那个呢并不系统啊，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这个平常用到的变化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完整的以这个比较系统的来讲讲这些定式。那这些定式呢，我也都是取材于现有的咱们市面能看到的这些书籍总结整理，然后呢把它变成一种学习心得吧，来跟大家分享。那咱们现在平常市面看到书呢，无外乎就是这么几本啊，比如说最首要的就是这个张伟杰挂名啊，挂名并不是见的就是他本人写的啊，挂名的这套这个定式大四眼，不是叫定式大四眼，叫什么？叫这个定式大全啊。这套书呢，算是目前为止就算是最全的一个了，介绍最全的一个，但是它的编排体力啊，还有它这个反腐啊，我觉得就是不是很简明吧，看起来有点累。我估计他以后还会，再版的时候应该把它整理好一些。他现在这个，所谓的变化图连标题都没有，有点累。那还有的就是这个以上海的业余棋手为主的，他们写过两本书，叫飞龙在天好像是，还有一个叫龙剑于野吧。这两本书呢，也是咱们以后这个共同研究的内容。再就是这个，还有就是我手头上有的就是更早一期的，就是这个李杰写的《布局有一套》，那个书呢，我看次数比较多一些，我平常看多一些。因为目前为止，这个定式大四眼的书，我还没有真正的就是把它完整的看过，因为我觉得，首先我本人呢，就是也受这个秀行曾经说过一句话吧，就是他讲就是定式就是并不应该是作为研究的重点，你平常把它你背的再熟练也没有用啊。我印象中最深的时候就是在我那个也是10多年前了，那有一个呢就是他就是号称就专门研究套路的，这个是中国正流行的时候就是那个小木侧面挂，然后那边夹过来碰角的变化，号称研究很透，但是跟我下了半天，我也没感觉他占什么便宜，最后到了中盘很快就崩。那个人还现在都已经是还业务了，还不是普通业务了，现在还算是个实打实的业务啊。10多年前遇到我时那都是也不过如此。所以我觉得重点呢，大家就是作为业余棋手啊，没必要把那个都研究的透透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就算研究的一个变化再透彻，你想想你到棋盘前你能不能把它走出完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共同的研究可以，但你别把自己当成一个电脑是吧？好吧，那这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咱们今天第一个内容呢，就是小飞挂角啊。小飞挂角，咱们呢看看小飞挂角的。其实之前我那个在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这个小飞挂角拖的变化啊。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变化吧。有些内容呢，我就是原文叙述啊。挂角呢，就是说，这个老下法了。其实现在有一个理论呢，就是说挂角不一定马上小飞，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，是吧？多数情况下脱先可能是更好的选择，但是你要没棋可下，你当然还是能走就走，是吧？这也是常见的。那现在正流行的就是这个虎柱，这个是现在最流行，因为它简明嘛，简明它还可以脱先，是吧？这个比较正常。
粘上的变化呢，就是说关键是它挺起来，挺起来以后的变化。咱们看一看挺起来以后吧。这挺起以后呢，我最早的时候啊，因为我没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空档，就是尤其在 AI 流行的时候，就是2017年开始流行的时候啊，完全那个不研究，也不想，也没想过这个，根本就没对新变化根本就不了解，所以那时候感觉下起来非常非常的吃力。很多人他们就老走这个，就很奇怪哈，这差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因为它这个刺，对这个刺必须要有研究才行啊。你要刺不到这一下，那这个棋形实际上是白棋。局部来说是白棋，远比刚才那个咱们老式的定式那小飞走那个便宜。你只有刺到了，把这后面的变化走出来，这个才能算作2分。爬一个这是必须的。当它冲的时候，白棋必须要断，然后再把它损一损，再下损棋才行，下成这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实际上这仨子还是这4个子还是可以吃到的，是吧？就变成这样了，这样了。咱们看看这个局部到底它这个黑棋说它得不偿失，到底有没有真的得不偿失？我觉得呀，这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片面性。人家专家说得不偿失就得不偿失吗？我觉得这个黑棋没有怎么亏呀，对不对？你就算一算，它这个从这个地方开始啊，小飞挂角，正常来说，你这里面这全是损的，到这儿是你这块都围起来。假如你这个配置只有一个子，暂时这块的确动不了了，但你前面这也损了，虽然损失不大吧，但是反正总之我觉得这个棋就算下成这样，顶天我的判断啊，2分，2分，谈不上什么得不偿失，就这么下没问题啊。我个人就是我推荐，虽然你说你推荐有用吧，我听专家的，那你就听专家，对吧？你可以听那些专业棋手。其实我估计现在可能专业棋手也都改变这个思维，觉得这可能是实际最起码是黑棋2分，要不为什么这个现在遇到刺的时候都那个又改为接上了，对吧？因为我没有最新的这个关于这个变化的结论啊，我现在手头这书里还说这个是说黑棋得不偿失，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的判断来说，我觉得最起码是黑棋2分棋啊，打破了一些颠覆一些所谓的这些专家的想法吧。其实你看，想当初最早的时候就是那个脱退脱退那个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脱退啊，是在那个施田芳夫那个形势判断基础那本书里看到的啊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棋就是那个挂角一方亏了吗？我觉得挂角一方便宜啊，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你看到了后来以后呢，就是现在 AI 时代了嘛，几乎所有的定式都被认为是亏的，只有脱退保留下来了，就是一间高挂里面。那就说明啥呢？那就说明这是还就是2分呗。你要是我真算2分的话，那当初那个判断也差不了多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胜负不在定式上，除非你上来就走崩了，否则的话呢，这个大约母的差不了太多。那依照我的这个判断呢，我就认为这个就算是个2分棋，所以黑棋是可下的啊。这里面他给出了一个要点呢，就是说在他冲的时候啊，白棋不去断是不行的，白棋先长，你等到他再来冲，你再来断就来不及了，他要从这边打上来那这个棋这个就不行了，这个是亏棋，这个白棋是次序有误啊。这里面呢给的一个相对来说呀，平常没有不常见的变化，就是白棋来硬扳来，他先断一个，交换一手，然后来硬扳。
这个估计平常咱们也看不到，是吧？咱们看看这个变化，就是断上去，还要反扳一下，这个变化真的都没见过，是吧？但是万一实战当中有谁发神经走这么一个棋，那是不是也得知道，是吧？他判断这个棋下成这样啊，是个2分棋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棋可能是黑棋稍亏。为什么我这么认为？通常来说，你挂角的一方啊，这里肯定是有子的，对吧？这里有子的，那他这个证明他这个扳是成立的，这个扳是有可能成立的。所以说这个棋真的万一对方扳上来，这个是的确感觉好像黑棋有点麻烦，这个有点麻烦，是吧？那如果真的像这样，这个黑棋恐怕不行。起码来说呢，那就是说这个黑棋啊，就算这白棋在这儿有一颗子，那你说这一串要怎么处理呢？只能下拖了啊，下拖了。稍亏啊，我觉得这个棋是黑棋稍亏。据说呀，这个现在大家都流行这个硬冲下去。在之前，如果棋友看过这个我之前录的有一期关于这个冲下这个变化，有一期啊专门讲了，就是那个实际上这个对于白方这一侧是有套路的，那个棋实际上黑棋要崩的。那个回头如果大家喜欢的，可以回头去研究那个变化啊。那咱们现在呢，先看看它这里面介绍，就是硬冲下来，这个都没什么啊，就这个，这个白棋可以马上出动啊。在柯洁的这个对局集里，我看过几次，就是他最新的变化，他也没出动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他这个棋真的出动呢是可下的，他还要刺一下，然后再来飞。这个变化不是我之前那个录的那期节目的变化了啊，变成这样，硬扳。像成这样呢，这个结果啊，算是个2分，算是个2分，就是我觉得白棋还算可以吧。问题是他扳的时候呢，黑棋又选择走这个，这也是正常的。那这个时候黑棋呀，白棋就可以选择靠这个。他把这个提了呢，我们发现这个子啊，相当于这一坨，然后他把这点一个这黑棋跟着硬一个，这两手棋的交换是相对来说是白棋便宜。这个结果应该说，我个人判断啊，这个结果可能是差不多吧。他呢说是这个棋，说是白棋有利，说白棋有利，我觉得也，如果是咱们业余棋手来说，尤其是下的快棋，这个对于双方来说都能下的，是吧？我觉得还是能下的，谈不上啊，谈不上。那这个所谓的定式就这个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，我也不会，我是这怎么走这棋是吧？很奇怪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很少研究定式，就是这个2017年以后吧，我就没，其实正好是从2017年开始，就是咱们下棋的人呢，就是业余棋手啊，分为2种，一种呢就是喜欢研究这些东西，他平常只要出了最新的，马上能跟上。你像我呢，就不愿意研究这些东西，为什么呢？没那个精力，整不了，都是吃老本，吃老底子。所以网上真的下棋的时候一看，哎，这什么呀？这真的不会下。那好吧，咱们看看它这个变化啊。那这个变化呢，这个白棋也是要跳的，挤掉，变成这样，这就是所谓的定式吧，
加成这样，算是双方可战啊，这是这个他的结论啊，他的结论。那好吧，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，咱们这个第一次啊讲这个关于AI 时代的定式内容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。那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